灵性开启，生命盛开，共创美好新世界。我是盛开胡心，昆达里尼瑜伽师、催眠师和生命教练。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2次出体体验 Out of Body Experience， 英文中也称 Astral Travel。那么这次出体体验是在这种神奇的石头的协助下，这就是灵修界非常著名的捷克陨石 Moldavite。 所以我今天在介绍我的出体体验的时候，我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Moldavite 的神奇的功效。Moldavite 是在美国自从198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渐富有盛名的灵修界的一种神奇的石头。那么这个发起人最初能够把这个神奇的石头的功效带给这个世界的呢，是一个叫做 Robert Simons 一个美国人。他本人本来是珠宝制作者、珠宝商，后来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和接触到陨石玻璃云，然后通过接触这个玻璃云，引发了他自己灵性开启的一系列的转变和提升。那么他就出版了，专门为捷克陨石出版了一本书，叫 Starborn， 天上诞生的，天上星星诞生的石头，捷克陨石。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他记载了捷克陨石其实从自古以来人类历史实际上就已经非常珍视它的神奇的效果，有很多神奇的传说。那么这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现代当代的美国人，在他们和这个神奇的捷克陨石接触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生命转变和灵性唤起的故事。那么我本人是从2018年11月第一次接触捷克陨石，当时是跟着我的老师郑岩，我们一起去圣多纳，那么有一系列的神奇的体验。那么郑岩老师通过他非常敏感的能量和身体，见证了捷克陨石，当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他就说这个石头好棒啊，身体感应非常强。所以我当时自从那以来，我就收藏了2块，一直随身携带。那么现在一直到2019年的4月，我对这个石头越来越感兴趣，以至于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并且来体验，而且经常在冥想的时候带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佩戴了一些捷克陨石的首饰，那么随身携带，我相信这都对提升我自己的能量的状态和灵性的开启都在潜移默化的做工作。直到上个星期4月初的一天，我实现了2次出体体验。我自己本人作为催眠师也做前世回溯，而且也教冥想和瑜伽。那么我个人的内在的修炼已经有快20年了，但是像我上个星期所体验到的那么真切的出体体验，这还是第1次。我相信捷克陨石一定有它的影响和功效。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一般都是5点钟之前会醒来。那么自从我开始有捷克陨石以来呢，我会醒来之后呢，我会在床上做一些入定和冥想，希望能够借助这个陨石的功能，帮助我实现一些出体体验。所以那天我是凌晨3点半醒来。那么按以前呢，我会起来做瑜伽，然后开始写书。那么大家对我了解的可能也听说过我出版的专著《盛开宝典》，实际上就是在凌晨时分3点半到7点之间的时间，在灵性非常高的状态下导引下载出来400多页。那么我这一段时间来，我3点半醒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当天我是一手握着一个捷克陨石，然后将我厚厚的这个链子放在我的身上肚脐附近，然后我的这个链子也放在头的附近。我的整个身躺着的地方布满了捷克陨石的针，
然后在我进入定冥想的时候，我觉得我进入了一种非常高的催眠态中。那么有2次出现了非常神奇的体验。第一次，慢慢的我觉得我的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的轻，我感觉到我平躺着的身体，我自己的灵识，我自己的astral body， 我的灵性光体，再以一个角度我本来是这样躺着，再以一个角度向上飘出来。这是和我在很多书上读到的神识出体的这个角度感觉是非常近似的。而当时第一个感觉呢是身体的非常轻，然后就像有一种很大的声音，头脑的轰鸣，就是有很多的噪音。但是我知道那个噪音呢是出于一种不是外面有拖拉机的声音或者是飞机的声音，我知道是我的一种灵性的身体的体验。当时我觉察，哇，好大的声音，然后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的飘出来。我知道我在出体，当时实际上很兴奋。那么我出体，我的身体斜着向上，然后就开始往前坐，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这个时候呢，那天晚上的一个独特情形呢是，当时我的8岁的女儿睡在我的身边，我就是在出体的体验的过程中，就仿佛在做梦一样，我仿佛看到我的8岁的女儿说：“妈妈，你去哪里？你快回来。”然后我感觉到她在呼唤我，然后出于对女儿的惦记，我的身体就又从坐着的状态就赶快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受。我觉得我只有赶快回到我的身体，才能够扭头去问我的女儿：“你叫妈妈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但是就是赶快回来我又感觉我的身体又慢慢的回来了。等我真正的回到我的身体，实际上我就醒了，我才意识到那个女儿在呼唤我，实际上并不是这个3维世界的现实，应该是现在我还不太好解释，也许是我的女儿的神识，她知道我在出体，她感应到了，她在高维世界中在跟我沟通。也有可能呢是我个人惦念不下，就突然有各种各样的凡间的借口，暂时还没有想离开身体，所以又赶快就回来回来的那个过程非常的累，很不舒服，要用很大的力量强迫自己回来当我回到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就算是想象吧，我的女儿并没有醒来，只是我自己在自己出于一种担心和挂念，没有彻底的出体。然后回来之后很累，我觉得我是慢慢的睡过去了，但是当我在清醒的时候，应该是在催眠态下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我又感觉到了那个开始，耳朵又开始进入一种非常轰鸣整个身体就仿佛自己的存在又进入了一个充满轰鸣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我的腿飘起来了，我的腿飘飘到了90度。我自己上身是躺着，但是我感觉我的灵体，我的腿飘了垂直90度。然后我就想腿都出来了，然后就坐起来吧，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坐起来，然后腿才放下，这样子我的整个灵体，我就感觉是我的整个身体是腿先起来，然后腿向下放的时候将我的身体压起来，我就坐出来了。当我坐起来的时候，当时我知道我出来了，非常非常的奇妙，很轻。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向下自由的落体，就开始下坠。当时我知道这是我实际上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初期体验中可能会经历的过程我并不害怕，而是带着很欣喜的很期待的状态。我就仿佛让自己像坐长的那个滑梯一样，我说好吧，全身放松，看看这次我下坠是去到哪里。然后那种彻底放下的自由落体，我体验到了那种沉浮的感觉，体验到了速度，
但是很快，突然就像下垂，然后突然静止不动了，悬浮在空中。当我发现自己悬浮的时候，我定睛一看，四处周围都是皎洁的夜晚，黑色的天幕，就像在宇宙一样，实际上是在宇宙里，然后有无限之无数只璀璨的繁星，像钻石一样镶在星空，非常非常的宁静，非常非常的广博，非常非常的宁静。我一下被震撼了，我感觉自己浮在空中，四处看，在整个星空中合一，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一切都非常的宁静。黑色的夜幕，钻石一般闪光的繁星，安静极了，平和极了，美极了。这时在一边享受着这种平静和美的时候，我同时还带着一种好奇，我说哇哦，我出来了，我应该是到了太空中。那到太空中，我的灵魂或者我的高我为什么会指引我来到这个太空，要我干什么呢？这是当我专注一个星星的时候，一个亮点，一个钻石一般璀璨的镶在黑色夜幕的一个星星的时候，这个星星开始向我移向我，银色的非常亮。当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变成了好几个点儿，然后这几个点儿开始形成了出现了形象，而这个形象非常的殊胜，是应该像藏传佛教里的一些立佛。那么有的佛呢是拿着剑，有的佛呢是这个手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然后有的脚还做着这样姿势，但是每一个形象都是很固定的，是一个标志，它并不是一个活的。然后呢，这些标志就开始一个一个的转换，就是我看到一个佛像，但是这个佛像是银色的，但是我能够看到以佛像的形式坐在那里，手上不同的这种标志，然后又换成另一个佛像，然后呢会发现变成了一个轮围绕着这个轮有不同的佛像轮番的这样变化。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佛在告诉我，人间的这种诸多的变换都是幻象，然后佛根据人类的需求或者是一种阐释，用不同的形象在尝试着告诉大家与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道理。然后佛像刚开始是佛像，当我定睛一看的时候，就变成了骷髅的样子，但是一切都很殊胜，都进一步这个骷髅就变成了好像一个骷髅人在做各种各样子的姿势，然后像风火轮一样轮环着循环着给我看，进一步让我体验到感应到这人间这三维世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幻象，都是幻象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体验。我个人对佛教并不是很理解很了解，但是我对佛充满着崇敬然后过了一会儿，慢慢的当我我的理智头脑更多的参与试图去阐释的时候，慢慢的一切都变得淡了，然后我就开始进入一种水中，感觉四处都是水在水中颜色变成了绿色和蓝色，但是那种我觉得那种飘忽的那种玄远的感觉慢慢的离我远去，而水给我一种更加落地的感觉。那么在这种落地的连接之中，我感觉我回来了，然后就在这水中我睡去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我做了一个清明梦，但是我出体体验的那个声音、身体的感觉，还有
在太空中遨游去看的那个感觉，真实的就像我亲身体验的一样。但是出来的那个过程就确实是身体又睡过去，然后睡完一觉之后再次醒来。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早晨5点多，不知道大概是多长时间，应该是过了至少1-2个小时之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哇哦，那天晚上是我第一天将这个捷克陨石放在我睡觉的时候手里握着，放在我的床头一下子有这样强烈的体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感觉这个石头它是有灵性的，它就仿佛用它的灵性的力量在给我打招呼，在告诉我，哇，我们来这里，我们跟你在一起，可以帮助你来探索你的本真的存在。你不只是这个身体，不只是这一套思想，不只是你的社会身份，不只是你的情感，你还有更广大的存在。那就是当你离开你的身体，当你离开这个3维世界，你还有一种觉在。那么这种觉在比我在以前自己做催眠，被前世回溯或者是在入定冥想所体验到的都更加的真切，非常的殊胜看来这个石头确实是我亲身体验到了，有非常强烈的开发我们的灵性潜能，我们的特异功能也好下次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捷克陨石在我生命中其他方面所起到的一些影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神奇的石头。好的，我们下次见，再见。